賴清德說，美國對台灣安全承諾不變，而且對川普的後續軍售寄予厚望，希望趕快批准第二批，因為前陣批准的第一批大概110億美元，現在第二批是140億美元，本來都要批准了，但是呢，因為這個川普到大陸去，習近平叫他你不要賣武器給台灣，那習近平又答應9月24號到美國訪問，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呢，美國就用各種理由，哎呀，在審查啦，怎麼這樣拖？那看推到最後拖到什麼時候？那9月24號會不會賣？而且到底賣多少？所以呢，這第二批現在是大家在看到底要賣多少以前呢，就是說，其實川普在第一任期賣的武器已經是歷來賣的最多的了那川普當然一方面也是生意人武器也是生意嘛。他當時跟蔡英文通電話不是講嗎？台灣買我們那麼多武器，这個也是生意啊，有錢賺的時候不賺呢？本來就是嘛。但是美國常常把武器當成說是援助你不算是生意，武器怎麼不是生意呢？軍火商不是生意嗎？好，那所以呢，這個到底還剩下140億，會賣我們多少？會不會賣？那這個賴清德就說趕快然後呢，我們駐美代表這個於大雷就是說，我們不會等美國派兵來救了，意思就是說我們要保衛我們自己了。美國放心好了，你不会犧牲你的子弟的，但是你多给我一點武器嘛，多賣我一點武器嘛，這個意思那另外呢，這個行政院昨天通過了2100億無人機特別條例的這個法律分5年，這是特別條例特別法特別條例，21萬架無人機，還有無人艇，還有自殺艇都有，攻擊艇、小型自殺無人艇，還有呢小型無人機、濱海這個監測的無人機等等，因為無人機有各種不同的功能嘛那所以呢前後要21萬架次不過中间變化非常快，進步也非常快因為呢隨着那個晶片的進步它那個算力一直在提高，一提高不是提高20%，好幾倍這樣提高所以呢這個學者說，因為這個無人機的載具條例可以跟美國的藍天法案，說美國有一個呢授權跟台灣合作無人機的台灣藍天法案 Blue Skies for Taiwan Act， 那擴大雙邊的合作那另外呢，這個國民黨賴士葆就說呢，這是要回避立法院的監督，你應該推的叫做產業條例因為現在我知道國民黨委員好像想的是產業條例，什麼意思呢？這跟經濟有關的，因為無人機不是用在軍事嘛，無人機在很多地方都有用救援無人機也可以用嘛，這個送貨無人機可以用嘛，所以它不是只有國防，只是自殺機這個去殺人機、監測機。所以他們認為說，這是一個把無人機產業能夠帶動起來，所以呢，他們說應該推動一個無人機產業條例，而不是一個特別條例因為特別條例會降低立法院的監督換句話說，沒有人反對無人機，只是到底用什麼方式那另外呢，鄭麗文說，國民黨會提一個國產無人機製造法案，但是呢，立法記者問他了，什麼時候通過？來不及在習近平訪問美國前通過，不過這跟習近平訪美其實沒什麼關係了我們看一下。端午節前會晤在台外媒，總統被問及美國對台軍售的進度。那我們會持續跟美國政府保持密切的聯繫，那我們也希望軍購能夠盡速通過。總統強調，對外軍購是個管道，推動國防自主也同等重要。尤其美國態度未明朗，我國可要拼盡全力，不能讓門被關上。相關的軍售案目前都在進行當中。我可以確認的是，美國對台灣的安全承諾是沒有改變的。雙方對於強化安全、加速強化台灣自我防衛能力的目標也是一致的。川賴會不會通話仍是問號，尤其川普18號最新發文，再提及以前的總統都讓台灣和其他人偷竊半導體工廠，而我方也祭出組合拳，希望能把話給傳到。We are aware that we need to defend our homeland because it's our responsibility. So we will not wait and depend for the U.S. cavalry to come and save us. So that's why we're willing to acquire, to buy U.S. equipment and arms to make ourselves stronger.
我駐美代表於大雷同一時間在華府接受美聯社專訪，喊出尊重美方的 tempo， 但也希望美方能了解中共的威脅。尤其出席法國 G7 峰會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批判中國經濟施壓限制稀土出口日本，點名這可能影響 G7 和理念相近國家的供應鏈。而同一時間，國防部也最新提出國防自主無人載具採購特別條例草案，從2026年8月到2031年12月，將逐年籌編預算到上限2100億元。國防得自立自強，但也期盼川普能點頭助我一臂之力。賴清德。好，這次賴總統有點打破了過去的慣例他就是直接公開喊話，希望美國可以趕快的第二批的軍售來這件事情。其實以民眾黨的立場來講，一直就是說，我們當然支持合理的軍售來保衛自己的國家，增強自己的國防能力。可是呢，最重點的是，大家也在看錢付了。貨一直沒來，然後呢還要繼續當提款機這件事情，大家就會覺得說，前幾年我們自己的不管是托式飛彈、標槍飛彈或是戰車，其實還是有很多交貨延宕的狀況，甚至大概有延宕到40%。那當然也受到國際戰火這個擠壓，所謂的量能生產狀況。可是呢，因為現在這樣子，然後我們又要趕快說趕快第二批來。一時貨沒有到的時候，我們要如何保衛我們自己的國家安全？另外一個要講到的是，最近五角大廈他們的已經在近年已經改變了他們的戰略思維。我們還在講說，我們是在第一島鏈來作為反攻的第一線。問題是，剛剛其實上一波已經討論了。中共他現在一直是把台灣已經變成近海化了嘛，他到台灣東部，他早就突破了第一島鏈的狀況，而美軍現在也開始就是把他的所謂的重兵或是他的比較精良的武器、重大的兵力在關島以東的地方。那如果我們在用所謂的反攻第一線的時候，那面對到現在川普比較商人思維的狀況之下，我不知道還能不能成功。但是呢，回到剛剛我們講說在東部的地方，剛剛吳崢有講到一個說，EEZ 我們現在不去跟日本、不去跟菲律賓在第一時間去談的時候，是因為這個中共可能會介入會更複雜。中共哪一天不介入？難道我們現在民進黨政府是講說，因為中共介入，所以我們就先袖手旁觀，讓日本跟菲律賓在我們的漁權跟主權上面去大家去分一分，然後我們之後再問問看你們分得怎麼樣了嗎？所以我覺得外交部第一時間說這個樂觀其成，或是有點暗戰那個狀況，是導致這一切事件讓中共有機可乘到我們現在東海去。然後我又聽到管碧玲現在海委會的主委講說這個海巡在哪，我們的主權就在哪。海巡弟兄的幾百噸的船，如果真的去面對中共的軍艦幾千噸的時候，難道這個要讓基層的官兵壓力這麼很大的壓力，然後要跟他硬碰硬嗎？硬碰硬擦槍走火嗎？還是說如果我們勸離之後，然後離開了，結果又被人家可能又拍攝了影像作為所謂的宣傳？我覺得這一部分這個是在一開始的時候就做了一個極大的誤判。昨天這個賴總統對外媒記者招待會講的話，除了這軍購以外，這個是老調了沒什麼新意。有2點我是做不了的。他說他非常反對中共北京在3海，什麼叫3海？東海、台海跟南海擴軍，這干你什麼事啊？老共在這3海擴軍是對付美國的，他要武統台灣，只要台海就夠了，需要在南海擴軍嗎？不需要的。你干你什麼事？你要替美國講話，這個老共你愛共這裡共，但聽起來就是沒爽快。你看，同樣是同一個血脈，同樣是炎黃子孫的，你竟然站在對面那邊站到這種程度。誰跟你炎黃子孙？人家是南島語系的，南島血統。你是不是南島血統？你覺得？第二個他就講，如果北京平等尊嚴對待，他願意跟北京談。我告訴你，你先界定台灣的位置是什麼。如果你是中國內戰的延續，你承繼了國民黨的國民政府，你是敗戰的一方也好，或者是你現在一直在講兩岸是互不隸屬，我們是敵對的也好，這2個假設，習近平都不會見你，因為怎麼會見你呢？因為他都不承認你的存在嘛。如果承認的話，你就是矮一截，怎麼平等呢？我跟你講，比較簡單的辦法，如果我們台灣花一筆錢去賄賂史瓦帝尼的國母，叫國母叫他兒子暫時退位，讓賴清德做國王，習近平馬上平等尊嚴對待你。我這個是開玩笑的，但是我要大家去想這個道理，為什麼沒有辦法平等尊嚴的原因在哪裡？好了。
來，聽不？我知道，聽不？但是也是对賴清德啊，对台灣還是另外一回事。我先講，就是賴清德一直不斷的講說，美國對我們的承諾未變，我也相信啊，但是那個是大方向，那個是長期的。但是在賴總統、張總統這幾年，美國對我們態度確實短期內有改變。比如說，川普直接就講說，對台灣的軍售要看中國大陸那邊怎麼反應，這個是一個籌碼。以前蔡總統時代，我沒有聽過美國講那麼白的。然後還有就是像前一段時間，美國的戰爭部長他到新加坡參加安全論壇，也首次沒有提到台灣。所以確實在這段時間，美國對我們態度有不一樣。可是賴總統就沒有去面對這個現實，一直用喊話的。我一直喊話，那很像芝麻開門，你一定要喊芝麻開門，那手不去推門，門也不會開啊。所以我覺得國人想要知道是說你的具體的做法是什麼，還有面對變化的國際情勢，你會不會改變你的態度，還是你一路這樣走到黑？我覺得這是國人所要想要知道。然後第二件事情就是，現在行政院他推的那個無人機的特別條例，其實就是之前1.25兆嘛，一樣的東西啦。1.25兆那個時候分3部分。就是軍售跟美國軍售這個部分我們已經通過了嘛，7800億。然後第二就是商售，還有就是委制。那他現在只是把無人機的這一塊在1.25兆裡面再拿出來，另外通過一個無人機的特別條例，那不是一樣的意思？當初沒有說不要讓他們買，只是希望他們編到年度的預算，然後可以去監督。那你又聽不懂在野黨的訴求，你又再來送一次，那你只是來吵架的嘛？你沒有在意別人怎麼講，就是要一直硬幹。那結果不是就一樣嗎？那我覺得國民黨現在的做法也是比較正確，就是說現在提那個無人機的發展的特別條例，這有點類似。我舉個例子，比如像以前有一個叫生物科技生技條例，就是說，我們國家認為生技是未來一個很重要的產業，它可以帶動我們國家的經濟，所以呢，定一個條例。那這個條例裡面就規定說，如果你是做生物科技的公司的話，例如說什麼情況之下可以抵稅，然後什麼情況之下國家給你什麼資源讓你去發展。那如果我們認為無人機確實是台灣下一個可以發展的產業，可以帶動台灣的經濟，那應該就是定一個無人機的發展條例，去思考說怎麼去發展這個產業。除了在軍用之外，還可以像教育部也有買很多無人機啊。農業部也有買很多無人機啊，都可以來做，所以我覺得這才是一個長遠之道。民進黨想的就是說，我要去買無人機，而且現在美國推的那個藍天法，無人機的藍天法，那是什麼東西？那個就是說，美國希望在他們的無人機裡面，在零組件可以達到非紅供應鏈，就是他不要去跟中共買零組件，他要希望跟台灣來買。那你如果是要跟台灣來買零組件的話，那其實無人機的發展條例會比行政院現在定的那個2100億的國防特別條例還要好，因為我們是站在產業的角度，所以這個現在我覺得國民黨做法是比民進黨好啦。基本上是這樣，元智講的沒錯了。民進黨原來推的1.25兆那個國防特別條例，那後來給他通過7800億，那所以有600億是用常態預算編，大概剩下4000億了。4000億就是中間大概有2000億的無人機了，他就把這2000億又要搞個特別條例來了，那就是你已經在立法院碰壁了，你何必呢？对不對？所以賴士葆講得很清楚嘛，這個產業無人機產業可能會包括租金的優惠啦，還有各種補貼啦，其他的配套，它不只是一個國防嘛，它是一個產業嘛。我先問你，全世界最厲害的無人機製造商是誰？大疆，大疆對不對？大疆很厲害嘛。大陸有一個無人機特別條例來培養大疆嗎？沒有嘛，它就是一個產業嘛，它這個產業是用在各方面都可以用嘛。然後軍事是它用途的其中的一部分，它不是只是軍事用途，也不是只是跟美國採購，沒有那麼簡單嘛。所以它基本上它就是一個產業。所以國民黨提出來是用它發展一個產業，把這個產業做起來，自然國防部分就可以應用嘛。這道理就這麼簡單啊！休息一下再回來。元之啊。好，梁文傑、陸委會，他們說呢，海峽論壇有5組台灣人去跟大陸簽農產的訂單，所以農業部要查，叫做台灣農產共同協力運銷合作社、協春水產、南投縣農會、天威農業科技、花蓮縣農會，所以我們要了解，說內容是什麼，簽了什麼，每年到底他們跟我們訂了多少貨。那供應鏈到底什麼樣子？誰供應這些產品？
對台灣的農業有沒有影響？要去查那所以呢，因為這個饒慶鈴台東縣長啊，他們要去處分他，所以農業團體很生氣，就罵陸委會，說你實在太超過了，要查什麼查？買東西要查。然後南投縣農會的總幹事曾明瑞說，國安會都來電問他有沒有簽採購合約，他說根本沒有簽什麼採購合約，他沒有簽呢。那另外呢，梁文傑說鳳梨世家台灣人不吃的，所以就要完全讓中共比起。台灣人比較喜歡那個大木世家了但鳳梨世家我也吃了，有它的特色，也有它的特色，各喜各愛。水果本來就這樣那台灣的水果實在是太多了台灣水果真的很多，而且都很好所以呢，這個說這個鳳梨世家90%仰賴大陸，所以是完全養中共鼻息的農產品我跟你講，台灣的不要說農產品，工業產品好了，台灣自己能用多少？大部分要靠外銷啊。那好了，那都是養這個美國鼻息，養這個大陸鼻息，養日本鼻息，可以這樣講嗎？做生意嘛，你看準我的東西，你喜歡我賣給你，我賺你的錢，本來就是互通有無嘛。所以呢，台東的立委國民黨叫做黃建斌，他說梁文傑是站在台北講風涼話，什麼養中共鼻息，我賣給你東西怎麼養什麼鼻息那另外呢，這個國民黨也說了說罵我們，那民進黨以前也去大陸交流啊，陳菊2009年、2013年到了北京、上海、天津、深圳、廈門、福州市政交流、試運推廣。賴清德2014年6月到上海然後呢參加陳澄波藝術展、復旦大學交流，還跟上海市長見面。雲林縣長蘇治芬2008、2002再到大陸農業文化訪問。陳明文嘉義縣長2008年9月到大陸去參訪。蘇煥智2010年6月跟9月，台南縣長到北京、上海去賣水果，還賣愛文芒果。然後呢，這個新竹市長蔡仁堅2000年的時候大陸地區登陸交流。他說這都是民進黨的縣市長，至少6個也去過而且都看到他們去啊。那梁文傑說不趕快不一樣，他們去的是2016年以前之後呢，中共政策改變，現在呢，你一定要承認9·2共識，否則就不跟你往來，而且封殺我們的農產品出口所以呢，這個政府不反對首長單純交流或行銷產品，但是不知道海峽論壇去聽訓海峽論壇是聽訓的是一個統戰的一個平台那另外他們說賴清德要請習近平喝珍奶，那是不是通敵呢？梁文傑說，我很難理解你的問題你在講什麼那另外呢，饒慶鈴說，農民是不分藍綠的市場也不分藍綠只是協助農產品的市場更多元不要讓農民承擔風險是為農民請命梁文傑說，什麼為農民請命？對岸是綁架我們的農民，因為綁架農民連帶綁架政府，不可以這樣下去。看一下，我們是不要讓弱勢的農民重蹈被中共統戰養套殺的這個陷阱。為什麼很偏執的一定要在這個統戰平台去銷售？批評台東縣長饒慶鈴偏執，就是要到統戰平台海峽論壇賣鳳梨世家，不止放話要查處，現在5家農業單位也被陸委會點名到海峽論壇簽約，包括南投縣、花蓮縣農會以及3家民間企業，統統要查。我們南投縣農會也沒有參加，去簽約那個人，是我們民間的人幫農民。幫茶農找出路而已那政治操作，當然我們是無奈如果我們不去努力外銷的市場的話，其實它都全體在內銷市場上，對於國內所有文旦的產區都是壓力的。中央如果不努力來幫所有的農民找生計，那誰來幫忙這些農民呢？農民無奈，簡單的農業議題被政治化解讀。陸委會副主委梁文傑就拿饒慶鈴口中的鳳梨世家舉例，就是仰賴中共鼻息的農產品。鳳梨世家這個產品台灣人幾乎不吃。第一個，它甜度非常高，基本上如果一個小家庭，你可能吃3次、吃3頓都吃不完。所以在台灣幾乎沒有內銷的市場，一個完全要養
中共鼻息的這樣的一個農產品。不是不讓台灣農民附錄銷售，而是不要透過海峽論壇的統戰平台，更要避免被養套殺。陸委會輪番解釋，但對藍委而言都是借口。農民生計看天吃飯，現在還得看自家政府臉色。安淑慧，我覺得這個梁文傑他是陸委會主委，但他現在已經干預到所有部位，甚至干預到農業部的工作。如果農業部覺得，哎呀，釋迦鳳梨不要做啦，沒人要吃，不要去種，那他就應該去輔導農民啊。好，那難道他放任農民去做白溝嗎？而且到底鳳梨釋迦有沒有市場？這不是梁文傑說的，我就很喜歡吃啊，因為它比較沒有籽啊。好，不管。我覺得民進黨超級不相信台灣農民的，也超級不相信台灣人，覺得台灣人很容易被人民幣給買走，很容易因材施役，真的是這樣嗎？過去我記得啊，在馬英九時期的時候，大陸還特別去跟台南學甲契作虱目魚。其實大陸是不太吃虱目魚的，因為口味不同，而且他們覺得那個名字很難听，虱目魚，所以他們賣到大陸還改名啊，叫做虱目的人啊，那個虱目魚啊，變得比較好聽啊，然後把它打成魚丸，因為他們不吃那個虱目魚哈，刺很多了。对，好，即便是這樣，台南虱目魚因此賣到比較好的價錢。但是有改變台南人支持民進黨的決心嗎？沒有嘛？為什麼你們覺得一定產品賣過去，心就會被買走呢？我們這個是經濟歸經濟，政治歸政治啊，對不對？就像買票歸買票，大家投歸投嘛，對不對？所以我覺得這是兩回事。為什麼那麼不相信台灣人的判斷呢？我們有好的農產品，我們賣到大陸去，我們賺我們應該賺的錢。好，這種就是商業往來公平。有什麼好去擔心說我們就會被買走的呢？第二個，如果民進黨那麼不相信台灣人的話，覺得只要去大陸做生意，只要看到那個紅錢，心就會變的話，那你不就也不相信沈伯洋他老爸，你不就也不相信劉世芳他侄子嗎？他們不是堅定的賺紅錢愛民進黨嗎？對不對？你要相信台灣人嘛。為什麼覺得你們民進黨的人去賺了紅錢，那個對民進黨的忠心一樣不變啊？別人去賺了人民幣，就會被人民幣買走呢？就很標準的雙重標準，就是錢我可以去賺，你不可以去賺，因為我夠忠貞，我夠屹立不搖啊，你會這個良心會被動搖。我覺得民進黨這種很奇怪，就是什麼事都自己能做，別人不能做，給農民一條路吧。民進黨常常說，我們已經幫台灣農民農產品找了很多出路了，分散市場，雞蛋不要壓在同一個籃子。坦白說，對農民來說，如果我其他地方的市場已經夠銷售我的農產品的話，我當然去銷往價錢更好的日本、韓國或東南亞。問題就是這些市場不足以讓台灣的農產品去銷售嘛，我們希望多一個中國大陸的市場，有什麼不可以？它只是我們的之一，不是我們的唯一，好嗎？对，我記得幾年前啊，當我們的農產品呢在滯銷的時候，我們的不知道哪個單位啊，空運鳳梨、釋迦，對不對？還有荔枝到澳洲去空運啊，我還第一次。結果呢，就只是做個秀啊，全世界各國啊都在幫他國家的農民，因為農民相對於他的收入是比較低的，他的工作環境是比較要比較辛苦的哈。全世界你看美國川普不是在幫他的農民，中西部的農民黃豆、玉米賣到別的國家去嗎？對啊，他談判的條件不就是跟中國大陸不就在談這些事情嗎？你看啊，前一陣子我們的大蒜呢，上個月啊，這個月上個月哈，是雲林大蒜吶，這個收成的時候，結果呢，原來一斤賣40幾塊，降到30幾，為什麼？因為我們的經濟部或者是農業部要開放美國的蒜道來台灣，結果呢又是免關稅，我是覺得真的替農民想一想。這些新聞啊，如果說陸委會你真的反對跟中國大陸這個，就兩岸的人民不要往來就好了，對不對？你就這樣子，我們的農民很辛苦，你不但不幫他們忙，還在冷言冷語的哈。我是覺得年底選舉就快到了，9合1，那些被你點名的這些縣市的農民，他們是怎麼想？
我補充一下，剛剛淑慧講的，就說當年啊，這個虱目魚的契作是發生在台南市學甲鄉嘛，那是綠油油一片的地方。那契作簽了以後，下一次的選舉啊，還是綠油油，一票都沒有跑掉，極反彈啊，我還沒有你打。所以哦，梁文杰講說現在不一樣了，2016以前跟2016以後不一樣，因為老共現在是要9·2共識啊，所以現在我們態度也應該不一樣。好。那現在賣這些農產品的這些水果的都是農業縣市嘛？那你就把習近平講的9·2共識內容，就是一中精神，反對台獨，詳詳細細的寫出來，然後問這幾個縣市的，然後老百姓說你同意不同意這個？我保證80%以上反對。但是你要不要賣東西給大陸 ？OK， 就是這樣啊。梁文杰，你要用一下腦筋，你是陷入一個困境但是沒有辦法解決，你不能就是打農民嘛。比如說，他現在要查這5個團體，法律有規定民間團體不可以簽約嗎？還有，就算可以的話，你可以進一步去查這個約的內容是要賣多少啊，怎麼賣啊？我覺得你不能管理到這個民間的商業行為吧。那我要請教，這5個團體是民間團體嘛，或是半民間嘛？他們可不可以簽約？民間，我覺得官方对官方是不可以，這個我曉得。那民間跟他們的簽約不可以嗎？那政府沒有禁我們的水果賣去中國啊。那陸委會在講的是《兩岸人民關係條例》33條之一，就是跟大陸地區的人民團體等等等等，不能有涉及政治性的協議。所以他其實他是需要了解說這個契約內容怎麼樣，他也不是禁。不，你們怕了，就是它發生的政治效應嘛。那由那個虱目魚的契作，你就知道沒有效應啊。台灣人精得很啊，探吉蒙坦你給他9·2共識。他就算這5個單位就跟大陸簽的，不管簽什麼東西，那是個買賣的契約嘛，那更不是什麼協議嘛。我賣你多少水果，然後你要多少錢，然後怎麼運？他總不會在裡面說支持是什麼一國兩制，支持統一，所以賣他不可能簽這種東西嘛。休息一下再回來，真是。